春上天皇的親政為日本帶來了一段時間的和平穩定，史稱天帝之治。但是呢，日本各階級之間的權力轉移趨勢已成，這段時間也只能是勉強的維持舊體制，並不能使之更加的安穩。在天帝之治期間，民間對以前元大寶為代表的日本朝廷貨幣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來自中國的銅幣成為了日本的主要流通貨幣。另一方面呢，藤原北家的藤原實赖也擴張着影響力，主張恢復摄关政治，而被醍醐天皇乘即降下的元高明則是整合了支持天皇親政的朝廷勢力，與藤原氏開展政治鬥爭。春上天皇駕崩之後，平安京四處都流傳着元高明行為不端的流言，最終呢，還是藤原實赖成功的將元高明貶至太宰府，史稱安和之變。安和之变是藤原北家最後一次重要的他氏排斥事件，從此藤原北家獨占了日本朝廷，幾乎成為了固定產生摄政和官白的家族。那麼藤原氏的夺权過程和武家的崛起其實是相輔相成的過程，中間的紐帶便是对農民的徵稅。在上期中提到了平安时代的稅務制度不穩定，造成了武士的誕生，納稅人不再穩定，使得朝廷的稅收制度也不再能滿足需求了。於是呢，平安朝廷採用了一種攤派包稅人的方式，加強國司的權力以確保稅收，幾乎允許國司們採用任何方式來獲取稅收，只需要按時按量上交朝廷。這也就意味着國司可以將多出來的稅金據為己有，甚至可以發布征集徭役的命令，來使農民以勞動交稅。之後呢，國司又進一步分包收稅的業務，派遣被稱為徭任的代理人前往收稅。徭任们派出的直接與農民交涉的收稅人則被稱為受領。對土地上的人來說，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納稅的義務。如此一來，朝廷的國司和通過賦民體制獲得土地的開發領主和大名田主們就完全成了對立關係。尤其是自己創業開墾新地的開發領主們，更不可能接受創業成果平白無故的被朝廷摘走，而且甚至可能都不是交給朝廷，而是被國司私人霸占的。於是開發領主們向藤原氏等上層貴族和一些大型士社提出了建議，那就是我們一次把規矩立下來，決定一個朝廷徵稅的比例，但是朝廷以後也不能再在已經承認了的私人土地的所有權上做文章。這是一次聰明的妥協，擔心被地方官府沒收產業的創業家們得到了中央朝廷對其產業的保護，本來被國司奪走的部分稅收成了貴族們的利益。這種行為呢，被稱為寂進。這些脫離了國司收稅系統的土地則被稱為寂進地系莊園。從此而來的資產成為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縱橫捭闔的強大支撐。公元995年起，藤原道長成為了藤原氏的大家長。在道長的時代，藤原氏的政治資產達到了頂峰。藤原道長有4位女兒都嫁給了天皇，此外還有3位天皇是他的外孫，幾乎和天皇家族融為了一體。據說呢，在藤原道長的3女嫁給天皇時，他曾即興作詩稱天下已入我手。不過他的日記中並沒有這件事，應該是後人杜撰的。藤原道長晚年建立了法成寺，並在此出家，將權力交給了他的兒子藤原賴通。公元1019年，藤原賴通被任命為官白，隨後統治了朝廷長達50年之久。也是在藤原賴通的時代，藤原氏建造了象徵其家族繁榮的平等院鳳凰堂。與其他的藤原氏大佬不同的是，藤原賴通的女兒太少了，不得已將唯一的親女兒和一位養女都嫁給了天皇。更糟糕的是，他們都沒能為天皇產下男子。因此呢，藤原賴通在外戚專權這條路上比他的前輩們艱難了很多。眼看天皇繼承人可能不再是藤原氏的子孫，其他的朝臣們都在等着看好戏的同時，地方上的权力秩序也進一步失去了控制。國司們不能对依附於貴族的土地徵稅，也未必能戰勝一些龐大的地方武士家族，那麼只能加重剝削能欺負的人們。首領們在地方上變得無惡不作，這又導致了更多農民投靠武士集團。武士集團之間爭奪土地的戰爭也經常發生，讓農民尚且還有投靠武士的退路。而在重稅之下又沒有政府外勢力保護的城市居民們，則只能在貧困、死亡和瘟疫中度過。民間一片末日景象之下，佛教的末法思想在日本迅速興起。人們都相信，現在就是釋迦牟尼佛逝世之後，舊法湮滅、新法未至的暗黑時代。藤原賴通也被民間認為是末法時代的代表人物啊，可以說是初代佛迪。在庶民們的這種絕望氛圍之下，空野禪師傳播的淨土教迅速興起。淨土教的教義呢，講述了在末法時期尋求來世和極樂淨土的思想，以拯救世人的阿彌陀佛為主要的信仰對象。信仰阿彌陀佛的形式也很簡單，只需要念誦南無阿彌陀佛來進行祈禱即可。這種心靈的慰藉和幾乎為零的入門門檻，使之在亂世中迅速爆發。
淨土教的信仰迅速地壓過了密教和南都六宗，不久也成為了貴族們的主要信仰。據說呢，藤原赖通也是為了洗刷自己末法時代統治者的污名，這才建立了平等院鳳凰堂來為民眾祈禱平安。1019年，女真族突襲朝鮮半島的高麗，之後以此威勢組成50艘船的艦隊襲擊日本的伊崎島和對馬島，當地官員藤原理忠等人戰敗上升。女真人登島掠奪之後撤離，繼續掠奪駐前國，也就是今天的福岡周邊，約1500人被殺。而後太宰府主事藤原龍家整合了當地武士集團發動反擊，成功擊退了女真人。此事史稱刀一入寇。和元明時代不同，當時日本是航海能力更弱的一方，因此会受到來自大陸的襲擊，被稱為刀一。不過規模一般都很小。這次大規模的刀一入寇事件，震驚了長期獨自享受和平的日本朝廷和貴族，也進一步提高了新興武士階級的話語權。10年之後的1028年，也是平將門之亂大約100年後，關東地區再次爆發了由平氏主導的大規模反叛。平忠長因為與國司的矛盾而舉起了反旗。而與100年前不同的是呢，現在的武士階級已經強大了許多。平忠長擊潰了朝廷派來的3支平叛部隊，勢不可擋。朝廷也擠出了最後的兵力交給源賴信，由他征討平氏。源賴信有過作為首領和藤原道長幕僚的工作經驗，是一位文武雙修的朝廷武士，且有一定的声望。最終源賴信成功擊退了這次叛亂，也有說是平忠長主動撤銷了叛亂。總之，此事使得源氏的威名在關東打開，成為了源氏勢力進入關東的契機。之後呢，被譽為英雄的源賴信在關東擴張，他的目標是蝦夷人的土地。桓武天皇征蝦夷之後，兩族基本以北緯40度為界，在蝦夷人的部分逐漸形成了清源氏統治出羽國、安倍氏統治陸奧國的形式。兩家定期向日本朝廷進贡，後來安倍氏實力擴大，成為了獨立國。再到差不多平忠長之亂的時期，安倍赖實領導下的安倍氏不再向日本朝廷進貢。1051年，朝廷決定派軍鎮壓安倍賴實，結果大敗而歸。朝廷便啟用了源賴信的兒子源賴義為陸奧軍隊長。安倍賴實呢，他是畏懼源賴信的威名，不戰而降，但是向源賴義效忠，而不是向日本朝廷效忠。就這樣，事情看似告一段落。然而之後，源賴義的部隊被安倍賴實的兒子襲擊。源賴義召見安倍氏，要求解釋，結果遭到了拒絕。之後呢，源賴義的朝廷軍和安倍氏的戰鬥再次開始。現在呢，对於是否是安倍氏襲擊的朝廷軍還是有爭議的，也有可能是當時陸奧國其他的豪族試圖扳倒安倍氏的操作。總之之後，源賴義和安倍氏之間是進入了拉鋸戰。儘管安倍賴實本人是於1057年前往京津的途中戰死了，但是安倍氏仍然在奮力戰鬥，並且利用北方冬天的嚴寒，取得了2次對朝廷軍的勝利。雖說是朝廷軍呢，但是其實朝廷已經幾乎不給這支軍隊提供軍需和增援了。源氏2代英雄卻遭到了朝廷如此對待，關東居民們響應源賴義前往支援，這支軍隊也就基本變成了源氏的軍隊。但是憑借一支孤軍和擁有穩定領地的安倍氏之間戰鬥還是很困難。於是源賴義將目光投向了出羽國，與清源氏取得了聯繫。最終，清源武則率領清源氏軍隊支持源賴義，局勢這才得以扭轉。到了1062年，安倍氏新任家督戰時，經過12年激戰，源賴義鎮壓了安倍氏。這場戰爭被稱為前9年之戰。視角回到中央，由於藤原賴通就一個女兒，她嫁給天皇之後還沒有生下男子。日本時隔170年，終於再次迎來了一位並非藤原氏女兒生下的天皇——後三條天皇。藤原氏的外戚權力大大削弱，後三條天皇也果斷地對藤原氏的既得利益下手，準備整頓寂靜地系莊園。1069年，後三條天皇發布了鹽酒莊園整理令，成立了記錄莊園勸棄所，作為獨立的垂直機構，對莊園進行審查和管理。倒查25年，對1045年之後建立的莊園全面清理，沒收其中的非法莊園，重新作為公領，交由國司負責徵稅。後三條天皇去世之後，由其子白河天皇繼位，並且呢，後三條天皇還隔代指定了白河天皇的弟弟作為白河天皇下一代的储君。藤原氏2代衰弱，又無法拥立親近藤原氏的新君，摄關政治時代正式結束。不過白河天皇呢，並沒有遵循後三條天皇的遺訓，而是在1086年傳位給了年僅8歲的兒子枯川天皇。自己成為上皇，從幕後操縱政局。後三條天皇已死，再加上枯川天皇也不會讓藤原氏有機可乘。白河天皇的這次操作倒是沒有受到任何異議。從此之後的天皇大多都會早早傳位，然後作為太上皇遙控政局，稱為院政體制。這使得日本中央朝廷得到了數十年的安穩，而比篡權貴族威脅更大的武士集團們也在繼續發展。
那麼篇幅所限，接下來的故事就留到以後吧，我們下期再見。